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。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，谢谢您。我和童佳相互折磨了近10年，他在外养着一个又一个年轻男孩，我攥着他的大半身家不放手，我们都握着彼此的死穴，谁也不肯先示弱。但今天我准备跟他离婚，因为我快死了。我看着手中的诊断单，许久才拨通了童佳的电话。你在哪儿？关你什么事？我们是夫妻，却连过问彼此行踪的权利都被看作僭越。你回来一趟，我敲着桌面说我们离婚。吃，对面冷笑一声挂断了电话。也是，这招我用过太多次，多数时候都只是想见他一面的托词罢了。他不信也对。我等了2天，他没回来。我看着那张标注着我生命终结的诊断书，不想再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。要想找到童佳，还有一种方法，我屡试不爽。梆梆梆，我微微用力敲响了面前的门，一个乖巧的男孩就出现在我眼前。叶先生，他的眼睛里满是惊恐，像是我隔着门就能将他碎尸万段一样。我翻了个白眼跟他说，叫童佳回家，就说我要跟他离婚，千万转达到，在他的这些情人当中，我最看好你，等我们离婚，没准你就转正了，做她丈夫能拿不少钱呢。小男孩红了眼睛，叶先生，我没想过的。我叹了口气打断他，你少恶心我，麻里转告他，如果他明天再不回家，我就撬开你这门进去砸你的屋子。就你这小身板，经得住我一拳吗？懒得跟他废话，我转身就走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今夜就能看见童佳，他最宝贝夏川。我上门挑衅，他怎么能忍呢？夜幕刚刚降临，他就怒气冲冲地冲到了我面前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别再去找夏川？我慢悠悠地倒了杯红酒，看着他说，怎么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他气得很了，又不能将我怎么样，只能说着我不爱听的话。我不知道你这样有什么意思。夏川已经够听话了，他从来没想过动摇你的位置。我们之间没感情了，你又不肯跟我离婚，还不让我养一个合心意的在身边，你是不是巴不得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孤单才好？砰的一声，我摔碎了手中的杯子。他说的对，我是孤单，所以这些年来才紧紧抓着他不放手，明知道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感情了，还是不肯离婚。对呀，我孤苦伶仃，你怎么能阖家欢乐？心里却觉得累。这几年来，但凡见到童佳，我们都是针锋相对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我重新倒了一杯酒，坐在他对面，将离婚协议书放在他面前，签吧。我说话算话。童佳板着脸翻开离婚协议书看了起来，我透过杯壁看她，她还是生得漂亮，跟当年站在我家门口的姑娘没什么两样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她瞪起眼睛里提防着我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只要这个房子，别的都给你，所有我们共同的资产我全部放弃，你看不见吗？许是以往我要的太多，现下突然这样，他觉得不对劲吧。也是，他一个姑娘家，还是手里有钱才好。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婚房，虽然年限久了卖不得什么钱，但是我实在是不愿意让其他男人跟他一起住进来，我心眼坏，见不得他跟别人恩爱有加。而且虽不值什么钱，买了换块风水好的墓地也算是可以。生前的家换死后的学，我两手空空的来，两手空空的去，也落个轻松。童佳谨慎地将协议书翻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才说，我会让我的律师重新拟一份，房子归你，除此之外会再给你1000万，我们彻底两清。我挑挑眉，他倒是大方，用这1000万轻松就买下我们10年感情。你的律师？我的律师？你不相信你的律师，我就相信。心里泄了气，我放缓了声音说，算了，我同意。他拿着协议书就往门外走，明天我的助理就会来送协议书，你最好立刻就签。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，我觉得他都要连夜将他的律师们叫起来开个会讨论一下，我是不是下了什么套给他。我耸耸肩说行，随便，越快越好。他还是狐疑地看着我，加大了条件，我希望你拿了钱以后能不再生活在 C 市，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，对吧？心里还是忍不住犯苦水，我利落地将他推出去，关在门外，眼不见为净。
童家的助理不愧是领高工资的，他将手中的协议书递给我时，还恭敬地叫我叶总。我跟童家闹不和，全公司上下都知道，夏川更是大张旗鼓地给他送爱心便当。童家也有意思，为了恶心，我就真的将夏川安排进公司做我的助理。不过没多久他就回家去了，童家开始试着跟我离婚。我没再去过公司，很少有人会叫我叶总了，面前的青年是唯一一个。我翻开协议书，在最后一页上签字，叶总，可以再看一看的。不用了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我笑着将协议书递给他，转告你们童总，1个月之后民政局，他可别迟到，别耽误我最后的时间。是。青年礼貌的告辞，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。童家不想让我留在 C 市，我自己也不想留在这里，落叶归根，我想回家乡。一路畅通无阻地到达了目的地，我站在了青城的土地上，想想我已有近5年没回来过了。我先去了一趟墓地，爸妈、爷爷奶奶，我来看你们了。童家说的对，我实在孤单。我靠在墓碑前面坐了下来。我年幼时，爸妈就出了车祸，大学毕业之后，爷爷奶奶相继离世，我将他们葬得很近，我觉得这样方便祭拜。我在这附近也给自己买了一块，一是我实在是有些想你们，二是我觉得这块风水挺好的，哈哈。我没坐太久，初冬的天气已经开始冷了，有细碎的雪花飘下来，我觉得有些冻脚。行了，我先回去了，很快咱们就见面了，到时候再好好说话吧。我絮絮叨叨地拍拍衣服，转身离开了墓地。正是放学的时间，我路过青城中学，在那儿停了停。穿着校服的孩子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上学的时光里，放假是最值得开心的事情，哪怕只是周末这样小的假期。我在门口站了很久，还是抬脚往学校里去。哎，你干什么的？校门口的大爷拦住我，我着急地说：老师找家长。大哥，我实在有点着急，一会老师急了。可能是我眼角泛红，也可能是我演技精湛，看门大爷还是让我进去了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慢悠悠地在学校里晃。有学生拎着扫帚在打扫，调皮的男生攥起一个雪球塞到女生的怀里，被姑娘拎起扫把追着跑圈。我笑着看他们，好像一晃眼就能看见年少的我和年少的童家。我晃晃头走进了教学楼，循着记忆找到了高3、5班，还在1楼。教室里没人，我轻轻拉了拉门锁，咔嗒一声，门开了。我一步一步地走进教室，像是能透过陈旧的气息捕捉到旧时的记忆。我数着数，坐在那时我的位置上，将头埋在臂弯里。1、2、3，这是上学时候我的绝招，只要数到3，童家就会出现在眼前。我抬起头，骄傲的姑娘就仰着头站在我的桌边，伸出手：阿轩，我们回家吧。一天之中最耀眼的夕阳洒落在她身上，像是给她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。1、2、3，我睁开眼，梦境在眼前破碎。我舒了口气，驱散了心中那点不该有的幻想，起身走了出去。临走之前，我最后一次回了回头，满是寂静中，少年拉住少女的手说好，我们一起回家。眨一下眼，就如泡沫般消散，都是回不去。我在青城待了1个月，青城的冬天来得更快。踏上 C 市的土地时，我甚至难得的觉得有点暖。你怎么这么久？童家的脸色不太好看。我懒洋洋的打了个哈欠往里走。怎么，你离婚还带着情人？这边离了你，那边就领证？我看着夏川在他身后畏手畏脚地站着。你好好讲话，夏川今天不舒服，我一会要带他去医院。我捂了捂手，心下更烦。行啊，那你先带他去检查，我等等。童家上手来拉我，你快点，别找不痛快。我站在原地，他拉不动我，别拉拉扯扯，大庭广众的你不嫌丢人？夏川又在他身后开始掉眼泪，拉他的衣角说：别吵架，别吵架。我胸口一阵恶心，童家，你但凡不这么糟践，我都立刻跟你领了质证。现在要么你打晕我进去跟你办，要么你就滚蛋。童家气得脸通红，应当是实在担心夏川，恶狠狠地瞪我一眼，拉着他走了。
我胸口郁郁之气不散，我仔细想了想，就近买了一根棒球棍，掂了掂，感觉趁手，立刻打车去了乔欣的住处。我叫来了个开锁师傅，又叫来了物业。这房子户主是谁？物业恭敬地说：童家女士。我微笑着展示出了我的结婚证，这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麻烦您替我开一下门。师傅利落地开了门，我打发走了他们，大步走了进去。童家还挺喜欢跟他合影的，房子里面有很多。我们毕业之后，童家总是很忙，所以已经很少合影了。先是背对背睡，后来分房睡，再到后来我们分居，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感情破裂，因为童家开始养不同的男孩。我绕了一圈，轻飘飘地打碎了一个紫玉摆件，那是我奶奶生前喜欢的，我本来买来想送给她，谁料是世事无常，她没能熬过那年冬。东西是好东西，我转手送给童家，倒是被童家找来讨好他的小情人儿。可我不再犹豫，将手中的棍棒抡得呼呼作响，很快就将屋内的摆放用品砸了个稀巴烂。叶轩将棒球棍扔在下川脚边，我一字一句地对着童家说：明天我们民政局见。这口气我算是出了，这婚姻我一天也不想维持了。叶轩，我真的忍你很久。童家怒火中烧，我的鼻子又开始出血，我仰起头将他倒逼回去，反倒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了。你怎么了？童家皱着眉问我。我上火，让你跟你的小情人气的。童家，我也忍你很久了，赶紧离婚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这辈子别见了，下辈子也别见了。太痛了，实在是太痛了。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童家第二天是一个人来的，我们一句话都没说，立刻签字。随着印章扣下，我们终于拿到了那本离婚证。童家多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，潇洒的转身，一次也没回头。我看了他的背影很久，突然想到很久以前的冬夜，我将暖乎乎的热水袋塞进他手里时，他说：阿轩，别走，跟我再待一会儿。那么温暖的手，那么炙热的眼睛，让我数个冬夜都并不寒冷。呼出一口哈气，我擦了擦眼泪，坐上了离开 C 市的车。童家，我们应该不会再见了。我住进了一家医院，开始不怎么用心地接受治疗。18床，你怎么又偷偷拔针？正叉着腰训我的是护士，年纪很轻，干起活来特别利索，训起人来毫不留情。我缩着肩膀，乖乖被他教训。你是不是不想治疗？你说。我转了转眼珠，半真半假地说：我觉得这太凉了，真的，你能给我找个小的热水袋吗？小姑娘半信半疑地判断着我的话，还是气鼓鼓地拿来一个精巧的暖手宝。不准再偷偷拔针了。她弯下腰叮嘱我：不疼吗？我看着她的眼睛，难得的有些鼻酸。很久没人问我疼不疼了，关心我的人早就不在这世上了。不疼不疼，辛苦小周护士了。说不疼是假的，不过半月，手上已经被扎了没知觉了。我晚上疼得睡不着，只好晃着输液架四处溜达。护士站里面只有小周护士一个人，正不住地擦着眼泪。我轻轻敲他的桌面，怎么啦？嘘。他四处看看，没人才问我，你怎么不睡觉？我指指输液架说，睡不着，我溜达溜达。他看看我的脸色，伸出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担忧地问，是不是疼啊？我本来想说不是，鬼使神差的，我点了点头。他对着我招招手，我推开了护士站的门，坐在他身边，吃了一大块甜腻腻的面包，跟他一起看了5集狗血虐恋电视剧，用了一大包纸巾，直到天蒙蒙亮，他才催着我回病房。我叮嘱他，等着我一起看哦，我记着这个剧情了，你可不准偷看。小周笑着应我说好，快回去睡觉。在我跟小周一起看了3次深夜电视剧之后，某个深夜，我接到了童家的电话。你在哪儿呢？我皱着眉示意小周护士暂停。有什么事？他明显被我噎住，干脆利落地挂断了我的电话。我的好心情瞬间消失，恨恨地把他也拉进了黑名单。小周在旁边等我一起看电视，小声地问，是你家属吗？
我摆摆手，我没有家属，我家里的人都死了。小周指指手机说，那他呢？我看了一眼屏幕，想了想说，她是个漂亮女人，不爱我的漂亮女人。不过一个电话没给我的生活造成什么波澜，我依旧白天睡觉治疗，晚上四处溜达，赶上小周护士值班，就跟她一起看电视剧。1周之后，我接到了一条陌生短信，你把我拉黑了。我将这个号码也拉黑了。童家这个人这些年高高在上惯了，不达目的他誓不罢休。我好不容易睡着一次，被他连环电话打醒了。哦，忘了，他以前也是大小姐。喂，我语气很差，眼睛都睁不开。你怎么不在家？童家的声音透过话筒传过来。我耐着性子问，找我有什么事？钱打到你哪个卡上？随便哪个都行。我嘟囔着就要挂电话。别挂。我将话筒拿近了一点说，又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在家？他又开始说车轱辘话，我却灵光一闪地问，你在我家呢？你赶紧出来，这房子我挂中介了，没准什么时候就有人去看房，咱俩都离婚了，你可别挡我财路。你要卖？他声音拔高了几度，你要把这个房子卖了？不卖留着干嘛？你又不再回来，你在哪儿呢？他听上去有几分严肃地问。早点睡吧，童家。我失去耐心，立刻挂断、拉黑、删除一条龙，然后怎么也睡不着了，睁眼到天明。再生气还是要被小周护士带着乖乖去治疗，在故乡难免碰到故人。阿轩，我闻声望过去，是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周文。旧时相见，总是要叙叙旧的。那天得了小周护士的首肯，我难得的拥有了一小会儿出门的时间。我选了火锅。你过得好吗？周文小心翼翼地问。我笑着说，还可以，钱有不少，但命不长了。他夹菜的手一抖，正愣地看着我。我专注地将一块肉放进嘴里，才发现他大滴大滴地流着眼泪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大老爷们哭什么呢？我赶紧抽出2张纸给他擦眼泪，一时有点手忙脚乱。什么病？我摆摆手，治不了的病，没事儿，一时半会也不会死的。我看着窗外说，我想死在晴天里，冬天还是太冷了。能拜托你个事吗？出了门，我跺着脚问他，你说，别跟别人说你遇见我的事，要是有空，可以多来看看我。可能是冷风吹，他眼眶红了一圈。童家不知道吗？我们离婚了，他不用知道。周文不再说话，我们都沉默地望着前方。北风呼啸，纵使有过好时光，也是过眼云烟，转瞬不见。回到病房，因为不规范饮食，被小周护士抓住把柄大骂一顿。我乖乖听训，表示以后绝不再犯。他不退反进，拿了一个推刀要剪我的头发，我死死守住。我们争论2天，不过是出去吃了一顿饭，以后不去了不就得了吗？怎么还要剪头发呢？小周护士跟我讲道理，你要开始化疗了，化疗就会掉头发，我们剪掉更好一点哦。我大惊，问他是不是爱上我，为了保持镇静才要夺走我帅气的头发，被他狠狠打了一巴掌。一招不成，我又思索着问，不化疗是不是就行了？小周护士大怒，我笑着安抚他，好了好了，我考虑考虑。他还要跟我再说什么，被人打断了。你找谁呀？来人也不理他，就只是冷着脸盯着我，像是想从我脸上看出什么阴谋诡计一样。找我的。小周护士，快放过我的头发，出去上班吧。他皱着眉打量着女人，又看了看我，小声说，有事就叫我。我点点头，才将他送了出去。转过头看向童家，我问他，不用跟夏川过元旦吗？情人节、圣诞、新年，夏川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叫走童家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甚至厌恶各种节日，他们让我显得更加的孤苦伶仃。后来习惯了，觉得一个人过也不错，他却又来我眼前。这又是你什么把戏？心口一滞，我叹了口气说，
是，这就是我新的手段，你可不要上当受骗，赶快走吧。你跟我一起走。他做事就要来拉我，我猝不及防被他拉着走了几步。你放开我！我加重了语气，甩开了他的手。我们现在毫无瓜葛，懂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松开我的手，往后退了2步。你休想用生病这种借口在我这拿走更多的钱。你也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不想跟他说一句话，只能用我最粗暴的语气说：童佳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不管怎么样都不关你的事。这是我说过最重的话了。童佳咬着牙瞪我，拿起包走了出去。小周护士有些担忧地打开门：你还好吗？我惨白着脸问：说不好的话能不输液吗？不能哦。那我还好。童佳从那次之后就没出现在我眼前，我又过了1周安生日子。周文倒是总来看我，虽然我们都说不了几句话，生怕有哪一句就碰触到了彼此的痛处，但总体还算融洽。我总是希望他能给我偷运一些垃圾食品，但总是以被小周护士发现，从而没收来收尾。我无语凝噎。农历新年一天比一天近，小周护士偷偷跟我说，天气越来越冷了。我笑，腊7腊8，冻死俩3。我哈着气数着时间，在外面放风也得准时回病房，不然又被小周护士讲。转身的时候用力过猛，撞在一个人身上，我一阵头晕眼花后退着道歉：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揉着额头绕过他，我就往前走，却被反手拉住了。叶轩，童佳的脸又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怎么又在这？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，他看上去远没有上次精致，面容很是憔悴。他也不答我的话，就站在原地直直地看着我。我打了个寒战，天气还是太冷了。你要不进来呢？阿轩，我一个机灵弹出去3米远，干什么？童佳已经很久没这么叫过我了，这语气陌生的让人心慌。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尴尬。你生病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满脑子问号，告诉你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们皆是沉默，我们起码有夫妻的情分。我看着他说，别说夫妻情分了，咱们一开始说好的，我离开 C 市，你好好过你的日子，我做到了，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？我甩头就走，童佳却没走，他跟着我。不知道是不是频繁见到童佳的原因，我夜里又睡不好。看看日历，今天也是小周护士值班，索性晃着输液架走出去。刚打开门，就被左侧长椅上坐着的人吓了一跳，绕过去借着月光才看清是童佳。我叹了口气问他，你到底在这干嘛？他只是眼眶微红地打量着我问，你要去干什么？哪里不舒服吗？喉头一梗，我说，童佳，回去吧。他又伸出手来够我的衣角，我不走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。找我干什么？他不讲话，我不想再站着跟他掰扯。快走吧，这里睡得不好。童佳一向难入睡，这种环境他休息不好，我还记得。我给他叫了车，就跟小周护士看起了电视剧。等广告的途中，小周护士凑近了我开口，那人今天站在你门口很久，只是看着也不进去。我估摸着是我下午睡觉的时候甩开他，我就以为他走了，谁知道他还回来呀。没事儿，他过一阵子就走了。我没当回事儿。他找我们调你的病历，我沉默下来。我没给他，但是其他人可能会给。他说他是你妻子。我压低了声音解释，这可真是误会。我们是前任夫妻。小周护士警惕起来，防备地看着我身后，你干什么？我一转头，差点被吓出心肌梗塞。你干什么呀？一直跟着我。童佳阴沉着脸说，不是为了钱。我长叹一声，望向天花板，不是为了钱，还能为什么呢？我只能拉着他回病房，盘腿坐在床上跟他讲话。算你赢，童佳。我们之间一直他赢。到底需要我做什么？童佳沉默着将我的手放进被子里，伸出手握住了输液管。他对着我笑，睡一会吧。你别这样，我掰开他的手。这样吧，你直接把转让合同写好，我就签字。我真的没什么想要的，那1000万你也拿走行吗？童佳咬着牙瞪我，
叶轩，你少气我。我笑，你怎么总是生气呢？童佳。大黑天的，童佳难得流泪。自从他权势滔天之后，他就不再哭了。他说那是懦弱的表现。我有时候倒是爱哭，觉得他辛苦。他还会骂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，童佳的眼泪并不是我想看见的，我的心像是被腐蚀着，顿顿的疼。阿轩，我后悔了，你别吓我好不好？童佳通红着眼睛伸出手来勾我的手指。这么多年，他还是知道怎么哄我，我最心软。上学的时候，但凡他惹我生气，只要坐在我面前低着头勾我的手指，用他那双漂亮的眼睛看着我，我就不会再生气了。童佳，我总是叹气，因为厌烦自己，总是心软。童佳像是伤透心了似的站起来，我就在门外，你要是想我就叫我好不好？你在那里睡不好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别再来了。早不是18岁的样子了，见再多面有什么用呢？小周护士要回家过年了，她贴心地叮嘱我，好好吃药，好好输液，不准拔针，不准乱跑。我乖乖跟着她背诵，好好吃药，好好输液，不会拔针，不会乱跑。小周护士很满意。我趴在台子上问她，能多开点止痛药吗？晚上痛得很。小周护士摇头，凑近了说，你要不就让那人进去，让他陪陪你，也是过年吗？我努嘴说不，就是因为他在门口，想想就难受，心里痛，身上就更痛。年30这一天，童佳不在我的病房外受着了，我也不在乎，自己溜达了一圈，就跑回房间看电视机去了。外面的鞭炮声噼啪作响，我站在窗户边上蹭了个喜气。梆梆，阿轩，新年快乐。童佳眨着眼看我，嘴角带着笑意，手中捧着蛋糕，夜色里只有蛋糕上的烛火闪耀在他的眼里。阿轩，许个愿吧。他兴冲冲地将蛋糕往我面前推，我手扶着门没动，神色复杂地看着他。童佳，你怎么了呀？我忽地吹灭了那根蜡烛，说，2年前的大年夜，我想让你陪陪我，你回来了，然后晚上11点的时候，你说要走，说有什么大项目，合作伙伴的老总不过新年，你得去加班。什么加班？我都听到了。夏川说想让你陪陪他，你为他骗我。我双手交叉在胸前，靠在门框上说，你走的那天夜里，我一个人过年，觉得那年冬天太冷了，新年也没什么意思，从那天开始，我就不再期待新年了。你忘了？我没忘，我早就不再期待新年了，我也不再有新年了。童佳的手在抖，像是想要找什么借口来掩盖，我懒得听。没关系的，她更年轻更漂亮，长得像年轻时候的我，你只是想养在身边，没想动感情的。但我觉得我很蠢，怎么会还想着你能回心转意呢？童佳，我没有愿望，真的。周文来看我，在外面的是童佳吗？我义正言辞地说，不知道，我不认识。我认识的童佳早不是现在的人了，门外站着的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周文无奈地笑，真的要剪吗？剪吧，小周护士太忙了，别占用她时间，你替我吧，我这帅气的面容都靠头发呢，今天开始就要变丑男了。周文沉默地动手。结束的时候，我看着镜子想，真是个病人了，晚期病人。我开始不太能四处溜达了，因为身上痛。我拜托小周护士为我找了个护工，我说要手脚麻利的，干活爽快的，我有钱呢。童佳不要我的1000万，我留着了。小周护士说话算话，第2天就给我找了个护工来，没等进门就被童佳拦下了。我来照顾你。他动作很轻，语气却很是强硬。我痛得讲不出话，还是在想，他那么瘦，怎么能照顾我？但他还是留下来，换掉漂亮的裙子，也不再化妆。我们不怎么讲话，但我时常看着他想，怎么就走到今天这步呢？阿轩，我们回 C 市治疗好不好？我跟他说，童佳，我不想治了，你回去吧，行吗？而且我不想回 C 市，那里有那么多我厌恶的记忆。怎么会呢？
肯定会有好转的呀。我不忍心甩开他的手，还是转过头说，有好转有什么用？我的家人都在地下。阿轩，我们也是一家人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童家，我们离婚了。我们又都沉默下来。我们早不是一家人了，从各个角度都。童家没再拦着我的护工进门，我们又开始当彼此不存在。这在我们的婚姻里很常见，我们都适应得很好。元宵节这天，护工大姐请假，我欣然应允，毕竟大姐的小孙子奶声奶气，我很喜欢。窗外还在放烟花，我靠着窗户看外面。阿轩，窗边凉。我转过头看童家，他一直没走。小周护士一开始还赶他，后来悄悄跟我说，他总在你睡着的时候去给你暖液体，我不好意思赶他了。童家，我们出去走走。元宵节是不一样的，年少的时候，新年里这一天，童家会从家里偷偷跑出来，牵住我的手到学校后面的小吃街，拿他的压岁钱请我吃好吃的。童家家族势大，他总是要从各种聚会中偷偷逃出来，像童话里的公主一样降临在我眼前。一年里面，我最期待这一天。我看着他想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他。我曾经问他，要是你家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怎么办啊？童家笑得开怀，他轻轻拥住我说，阿轩，那我们就私奔，像现在一样。后来确实，童家希望他联姻，他穿着灰姑娘的旧衣裳出现在我眼前，问我愿不愿意抛下一切跟他走。我说我愿意。那年他牵着我的那双温暖的手，我激动到像要从喉咙蹦出来的心脏，我一直记得。誓言声声入耳，如今物是人非。我们为彼此做过的那样多，怎么也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呢？我想不明白，就不再去想。童家伸手扯我的衣角，阿轩，想不想吃米线啊？后街的那一家，那是我们以前每年必去的一家店，我最爱他家的东西。可能是食物的诱惑，也有可能是身后冲过来一行年轻的学生，更有可能是童家低下头的面容跟某一年某一刻某一个瞬间重合。我点点头说好。米线店换了老板，以前的老板是个胖胖的大哥，现在换了一对年轻夫妻，看着更亲切，可我还是想要原来的大哥。食物味道也不一样了，创新了许多。我没吃几口，童家也没怎么动筷子。结账的时候，小夫妻叫住我们说，能问一下，是食物味道不好吗？我看你们都没怎么吃。我摆摆手，不是，就是喜欢原来的。食物也是，人也是，变了就是变了，留不住的。我们并肩往回走，天上又开始放起烟花。我看着童家的脸想，被爱的人还是拥有特权。许个愿吧，在放烟花呢。我站住脚，吸吸鼻子看着他，快点。童家弯下腰来，贴近我的脸颊，他平视着我，认真地说，如果上天能听见，我希望能回到过去。我还是叹气，上天听到了，并对你说了一句，说出来的愿望不灵咯。老天爷听不见的，因为我早就许了10000遍。没有反方向的钟，也没有过去。很快我就不怎么能下床了。医生问我要不要手术，说这样有一定风险，但是成功的话可以多活几个月。原话不是这样讲的，我自动翻译了一下。我说不要，童家说要。我嘲笑他，你说了不算，你现在都没有资格在我的病危通知单上签字。他又流眼泪，我闭上眼睛。我们早没关系了，他不能替我做决定，这世上早没人能替我做决定了。我一直没让童家进门，他总是踮着脚看我，小周护士都来劝我要不让他进来住。我大惊失色，你可是我这边的人啊。小周护士笑着说，是啊，可是你不是偷偷给他盖被子吗？谁先师承池，我先师承池。我还是不让他进来，我跟小周护士说，这是我唯一一点坚持了。生命走到最后，要说有什么希望，就是想要更对得起自己一点。我不能原谅他，那让我觉得愧对自己。童家进不来，就开始送花给我。我最喜欢白玫瑰，他日日订上一大束给我。我摆弄了半天，笑了一下，跟周文说，你来给我上坟的时候也带这个花吧，
我不太喜欢菊花。周文半晌才说好。童家第2天就换了粉玫瑰，我想好吗？果然，周文就是个骗子，是敌军的奸细。但我也没说什么，粉玫瑰也给我心意。我半夜的时候睡不太熟了，总能看见模糊的影子坐在床前。我寻思着，莫不是身子弱到这种地步，还是我逝去的家人来接我了？直到那人握住我的手开口：“阿轩，我错了。”哦，是童家呀。童家的泪水跟他手的温度一般无二，都灼烧着我的灵魂。我闭上了眼，重新睡了过去。他日日来我床头，总在夜半时分说有的没的。阿轩，你不要我了。呢，不要了。阿轩，你瘦了好多。病的。阿轩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已经让其他人都走了，以后我会按时回家，每天都跟你说我爱你，就像以前一样。我鼻子一酸，睁开眼睛看他：“童家，你是不是知道我对你狠不下心，所以才一直试探我呀？”他沉默下来：“阿轩，我错了。”“你错在哪里呢？”“不过就是觉得厌烦，所以要去找新的人而已。不过就是觉得一直在身边的人突然不在了，有点不爽，然后发现他很快就要死了，所以愧疚。”“不是，我不是。”童家18岁跟28岁流眼泪的样子都一样，瘪着嘴角，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下来。公主是不应该流眼泪的。我伸出手给她擦泪。童家，你早就不爱我了，别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话。就算我现在立刻好起来，跟你回家，很快你也会厌倦这种生活。我不会。她声音太小，我全当听不见。阿轩，我打断他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我从来就没想绑着你，就是害怕你看不清自己的心。你怎么能把愧疚当成爱呢？童家捂住脸哭了起来，像是一只被抛弃的小狗。他抱住我的腰，眼泪浸湿了我的衣服。他一直在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，阿轩，我是爱你的，阿轩，骗子。”我见过童家爱我的样子，他怎么还是试图骗我呢？我抬起头想，我不会再为童家流一滴眼泪，一滴也不会。我清醒的时间不太多了，每次睁开眼睛，床头就会摆放着一束粉色玫瑰。我不再拒绝童家出入我的病房，只是也不再看他。小周护士来给我扎针的时候会偷偷抹泪，我心里愧疚。我想，还是对不住年轻孩子，刚上班的孩子就要面对离别。我捏他的手，送你个礼物。什么？你不哭就告诉你。小姑娘瘪嘴，谁哭了？我可没有。我笑，这礼物要等我死了才能讲呢。童家会帮我擦身体，我也不挣扎，只是盯着他看。我很漂亮吗？他眨着眼睛问我。我笑，说她真的漂亮。不管过了多少年，她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面容。童家，你不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不再好看了吗？我实在好奇，但童家没回答。他背对着我呜咽出声，后背抖得厉害，像是下一秒钟就要晕过去一样，哭了很久。晚上，他握着我的输液管摸我的脸颊说：“阿轩一直好看，最好看。”骗子，那为什么爱别人？我不再理他，翻了个身睡着了。在第 N 次求小周护士多给一点止痛药之后，天气终于短暂的暖了一会。在一场大雪之后，周文拎着水果进来看我，我问他能不能带我出去走走，外面天气很好的样子。他四处去望，童家呢？我说去买花了。周文笑了笑，还是给我盖上了厚衣服，推着我出了门。路过护士站的时候，我看见了小周护士，我笑着跟他摆手，他却低下头流了眼泪。我叫周文去给我拿另一件外套，自己在原地等他。电视剧还没看完呢。小周护士红着眼睛说。我笑，300集，已经陪你看了298集了，那还有2集呢。他在跟我说想要我回来，剩下2集你自己看吧，一定要看完哦。我在跟他说我要去新世界，我大概知道我这是俗称的回光返照。小周护士还要说什么，我对着他摆手说，小周护士一定要开心哦。
那么善良的孩子，要好好的过剩下的生活。周文推着我走下楼，我让他停在一块温暖的阳光地。初春的阳光暖，我懒洋洋地问周文：“你告诉童家我在这里的。”周文顿了一下，弯下腰来问我要不要喝点水。我笑：“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”走到这个时候，还有什么是我可在意的呢？阿轩，阿轩，阿轩。我转过头，看见童家抱着一束粉玫瑰在窗口叫我的名字，他很是急切，半个身子都探出了窗外。我远远地看着他，想这样就好，只这一眼就好了。我们回去吧。周文动手要推我走，我伸出手挡住他，坏笑着说：“不要，这是对你偷偷告诉童家的惩罚，就要你一个人送我走。”周文的泪水涌了出来，我抬起手给他擦眼泪。阿文，你看，要说我最想看到的是什么，就是现在这个场景。我偷偷指着童家说，他关心我，照顾我，担忧我，因为找不到我就急得满头大汗。从第一次遇到童家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正好是我人生的一半。我向后靠着，想让自己舒服一点。一半啊，多漫长的岁月，好的坏的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，最真挚的情感，最恶毒的话语，最难以放下的感情，都得到了，都失去了。周文的唇颤抖着，泪珠止不住地砸在我的手上，他连声说着：“阿轩，别走，阿轩，别走。”我们都做惯了大人，已经很少说出这种话了。成长的路上最不该的，就是说着孩童话。但是生死之间，一切都可以被原谅。我看着他流眼泪，却没有力气帮他拭去。阿文，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，你要快乐，替我快乐。阿轩，阿轩，醒醒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童家说啊？周文在我身边呜咽着说。我的意识开始恍惚，灵魂好像被抽空，我只能僵硬地摇头。说什么呢？相爱的时候说够了甜蜜的话语，不被爱的时候说够了挽留的话语，心死的时候又说了那样多冷酷的话语。我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呢？我这一生能对他说的早都说过了。原来走到终点，我们无话可说。太好了，我还是勾起嘴角对他笑。是晴天呢，是我最喜欢的温暖的晴天，黄泉路上也不会冷了。阿轩，有人声嘶力竭地跑向我，我抬眼去看，像是怀里抱着粉玫瑰的童家。他踉踉跄跄地向我跑过来，像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。恍惚之间，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年春季，扎着马尾的小姑娘一步一步跑向我。她大声地叫我阿轩，她的声音像泉水一样流向我。她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我心跳如鼓。那年岁月都是回不去。童家番外，你不想见我，是不是？墓碑不讲话，照片上的人只是笑，我却有点怀念他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样子，哪怕就只是叹气也好。可惜不能。你多心狠啊，一句话也不留给我，最后一面也不让我见，只留下一块自己早就买好的墓地。小周护士哭得可惨，她说她永远也不看那最后2集电视剧了，她答应你要一起看的。孩子哭得凶，把眼睛都哭肿了。我摆弄着那一大束玫瑰花说：“你给他的钱，他都捐出去了。你的眼光一贯比较好。小周护士是好孩子，他说他本来就是治病救人，这些钱要去更有意义、更需要帮助的人手里。除了爱我，你都认准了人。阿轩，你怎么一次也不到我梦里来？”我还是伸手摸上他冰冷的照片，也是，你应该怪我。我给自己开了一瓶酒，阿轩，我也怪自己。一开始只是新鲜，新鲜嘛，怎么后来走着走着就回不去了呢？阿轩，我从来不想跟你离婚，你肯定不信，但我不想跟你离婚。我以为你永远不会走，你一直在我身后，只要我回过头，你就在我身后的呀，怎么会走呢？是我贪心。阿轩，我说什么你也不信，没关系，你不来见我，我就去见你，我都忘了，我的愿望是跟你有个家。阿轩，你走之后，我真的没有别人了。
你肯定觉得我可笑，我也觉得自己可笑，怎么走到今天才又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肯定以为是周文告诉我你在哪里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我在找你。阿轩，是我在找你，我找了你很久，家里不在，公司不在，我好慌啊，我找不到你。后来我找到你了，你却躺在医院里。我想了想说，咱们的房子我又买回来了，那是拥有我们记忆的房子，怎么能卖给别人呢？那家学校后街的店我盘下来了，那是你最喜欢的，以后就由我来做了。阿轩，我好想你，也入我的梦，好不好？我捂着眼睛想，你肯定不愿意。好吧，那就我来找你。好了，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，谢谢大家。